大家今年都窮到什麼地步了？好多人连2000塊錢都拿不出来。很多人啊說活了30多年，這30多年学業、事業、婚姻好像都沒有選好，大事小事做了很多錯的選擇，沒有規劃，沒有人指導，等到明白過來了，已經晚了。今年好多人都說失業了，在家躺平了。我就想問問，那你們都躺平了，靠什麼來維持生活的？上有老下有小，靠什麼來過日子呢？众所周知，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了，消费不行，投资不行，出口受挫，导致城市里面大量工厂倒闭破产，引起了现在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员。现如今呢，越来越多中国人的生活出现了严重的消费降级，甚至呢，很多打工人都交不起房租了，只能是流落街头。还有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失业的中年人，在当下可能是最不幸的一群人了。你好，咋在这儿坐着呢？怎么了？是不是倒你车了？不是，我刚才在那停车，我看见你咋在这儿待着呢？没地方住，我的钱从这边带。领着孩子在这待着，这都是你的东西啊？这你家孩子啊？那个小伙子，这是你爸爸吗？是爸爸吗？这是你爸爸吗？是不是你爸爸呀？是。马上到年底了，兄弟们，给你们说一个不争的事實吧，今年這個年呢不好過，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掙到錢。你要不相信，你問問他們了，你隨便街機採訪一下，路邊採訪，你問他們今天掙到錢了沒有，問他們口袋裡有沒有錢，90%的人都是沒有掙到錢。給大家分享一下上海現在真實的就業環境。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是今年5月份被裁員的，到現在已經失業半年多了，我已經3個多月沒有面試了，毫不誇張的說，一個面試邀約都沒有。而且這個情況它是出現在我每一天都會高強度刷2到3個小時招聘軟件，以及我每一天都會保持5到6份投遞簡歷的情況之下，就是你投小公司人也不看，你投大公司人也不理你。外賣已經涼了，兄弟們，如果說你們近期有考慮送外賣的，我直接勸你們不要搞了，真的沒有單，完全沒有單。以前搞200塊錢是出場費保底，現在你眾包能搞200，你一天，那你是這個。現在已經12點鐘的過了，今天幹了10個小時，才150塊錢。外賣現在時薪已經降到了15，甚至有的人連15都沒有達到，時薪10塊錢，有的人搞了一天100塊錢都沒搞到。每個月掙那3000來塊錢的工資，核算下來一天也就100來塊錢，刨去房租、水電、路費，還有吃飯，其實一個月根本就剩不下什麼，甚至一點都不剩。然後每天還工作了，但是還什麼都沒剩，到底是圖什麼？25屆應屆生現在被裁員，已經在家待業1個星期了，找的面試都沒有面上。不是已讀不回，就是那種垃圾的工作，一直給你發消息，然後不能一直在家沒收入，然後就選擇了跑外賣。今天從10點半跑到0點半，然後大概是48塊錢，然後2天的保險費是5塊錢，淨收入43塊錢。到底該何去何從啊？真的好迷茫啊！明年還有2000萬大學生流入市場。越來越捲，這個大環境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誰在掙錢啊？我88年的，今年37歲，我已經半年沒有任何收入了。這麼大一碗火雞麵，我在網上買2包，不到3塊錢。這半年呢，都是靠我老婆的工資養我們一家3口。我是去年結束了我從事了15年的家具行業，帶着200多萬的債務。我是安徽亳州人，今年28歲，負債了整整220多萬，房子抵押，家也散了。今天我就是想掏心窩子的跟大家聊一聊，我是怎麼從開寶馬、保時捷
到现在浑身上下連50塊錢我都拿不出來的。我從來都沒有想到過有一天我會把日子過成今天這個鬼樣子。上市公司 HR11年經驗，親手裁了685個人，最後裁掉的是我自己。上周五是我在公司的最後一天，上午9點半，我抱着那台裝了10年的 HR 工作筆記的電腦去 IT 服務部歸還。走過熟悉的工位區的時候，曾經和我一起制定裁員方案的小吳突然低下頭，假裝在整理文件。就在2周前，我們還一起核對那份裁員優化的名單，沒想到最後我自己也成了名單上的人。人到中年，沒想到我會流落街頭，住在橋洞吧，無家可歸。家沒有，錢沒有，還欠了一屁股的債。在這萬家燈火的夜裡，我獨自一個人坐在這個橋洞上，不知道要去哪裡。和我相處10年的老公，在我負債以後，也果斷選擇離開了我。距離中國新年還有3個多月，現在已經有在外出打工的農民工開始啟程返鄉了。而中共的官方呢，也已經開始為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潮部署專項行動，特別要求防止出現農民工大量滯留農村以及返貧的情況。這也凸顯了中國整體經濟衰退和城市失業潮的嚴重程度已經超乎了外界的想象。剛剛來到11月，還有3個半月才過春節，但是第一批農民工已經返鄉了。怎麼判斷是農民工啊？就是拿着蛇皮口袋的這種啊，基本上很多都是農民工。一年返鄉也太早了吧？扛不住的，這全部是冰箱啊、洗衣機啊、衣車啊，全部帶回去了，兄弟們，天天啃饅頭，搞不上去了，堅持不了了。我先撤了啊，你們慢點搞。11月12號凌晨10點。生日會費是150一個人，150塊錢一個人。現在早晨就只發了。有一個非常殘酷的社會現象，值得每一個人關注，就是現在才10月份，深圳的打工人已經開始返程回家過年了。在高鐵站、地鐵站已經出現了大量的返鄉人員。之前大家來廣東打工，可能沒那麼早回家，都可能到11月份、12月份才回家過年。今年這個情況遠比往年更加殘酷。兄弟姐妹們，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地點、熟悉的味道，有老鄉們差不多有1個半月沒有做事了，提前回家過年，所以在廣州待不下去了。他們只有選擇回家創業，把所有的床、被子、製衣車、洗衣機、空調、電動車，一切全部可以派得上用場的，全部帶回老家，去老家發展。廣州真的待不下去了，這麼多老鄉都要回家呀，都說回家了，不來了，不再養房東呀。現在的就業環境真的太差了，到底有多差呢？差到我們整個組基本上全被開了，而我那些找到工作的同事，不是大小休，就是經常加班，甚至工資還比之前的低。我開始刷招聘軟件，結果看到的全部都是一岗多職，還要有相關經驗。有一次我在工作日的時候出門逛街，我看到商場旁邊的步行街上全是人，我當時就在想，他們都不用上班的嗎？那哪來的錢消費呢？我和朋友聊天的時候，他說他非常害怕自己失業，因為他還有很高額的房貸要還。現在在我们南疆找工作太难了，說實話。問題現在是不是你能不能找到工作了，而是怎麼活下去。對呀，我又被開除了。說實話挺窩囊的。我受不了了，我一個月工資3000多塊錢，我還要房租1800塊錢，我一個月怎麼生活？為什麼這個世界就容不下我？是的，我沒有家人的托舉，我也沒有前路的指引，所有的路，所有的事兒都是我一個人扛，一個人去做，沒有人給我托舉，難道就不能活了嗎？有網友說，現在太多人覺得生活沒有希望，滿腦子都是對未來的擔憂。那像2019年之前那會兒呢，根本不怕失業找不到工作，現在可就不一樣了，每天都焦慮的不行，公司裡同事也都是這樣。
明明累到快散架，卻因為怕被優化拼命幹活，年底忙到飛起，根本沒周末晚上可言。公司雖然沒有強制加班，但項目堆積成山，自己主動加班還沒有加班費，不幹項目砸手裡怎麼辦？覺得自己最近憔悴的像棵快枯的樹，他那些同事們也都是這樣的。那麼還有網友說呢，現在這個生意感覺差的都反人類了。早上去菜市場買菜，然後賣菜的大姨說，今年賣菜感覺比去年又少了一半。回家路上看到路邊飯館都沒有人，中午吃飯的點兒飯館都沒有什麼人，點個外賣吧，外賣小哥告訴他說今年外賣單比去年的還少了一半多呢。飯店沒人，外賣也少，買菜也少，難道現在大家都不吃不喝了嗎？由於中國青年面臨的就業不確定性太高，如今有網紅專門在網上教民眾如何極簡的生活，從飲食到化妝品怎麼省都有小撇步，而且呢還獲得不少粉絲的關注。還有網紅教民眾如何節省的生活，以8塊錢吃到2餐。回家了，離開生活9年的廣州，回到老家重慶去發展了。外面不好混啊，再也不想出來了。要打工也在老家打工，不想到外地打工了。這個日子過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一個人在這邊9年，從剛開始來到這邊單身一人，到現在成家了，有了老婆，有了自己的2隻小貓，我現在要把他們全部帶回家。本科畢業在深圳已經待了3年多了，現在失業對我來說是家常便飯。25年一整年到現在已經11月份了，很快這一年又過去了。這一年的話，我失業應該有10幾次啊，不開玩笑。現在的生意怎麼這麼差？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以前每天隨隨便便幹個幾千塊，現在怎麼斷崖式的下跌了？每天都是1000多。我房租、倉庫的開支，這裡面都要1萬塊，每天平均300多。我1000多塊，我他媽的，我怎麼掙這300多？還沒算人工呢。我這裡位置算是市場最好的吧？那有什麼用？現在其實每天也還是在倒貼人工，偶爾做點餐飲也掙不了多少。我也搞不懂我到底做錯了什麼。恁這賣衣裳嘞，開門店嘞，開飯店嘞，那也別嘟嚕了，別囉嗦了啊！成天說某人，你看鄭州火車站這門面房都沒人，你別說別人了，給鄭州火車站這底下的門面房，你看是不是都空住了？全部關門啊！恁別成天嘟嚕嚕說這兒沒人，這兒沒人的，都沒人啊！根據中國中金公司的數據顯示，大約有 5.46 億人口平均月收入低於1000塊人民幣。這個數據呢，與中國已故前總理李克強2020年提及中國有近6億人口每月收入不到1000塊相近。數據還顯示呢，有 13.28 億人人均月收入低於5000塊錢。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兒了，請您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感謝您的支持，我們下期節目再見。